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正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新闻，就是川普的对等关税被美国的最高法院判违法现在违法了，各国的因应是什么呢？先来看看大陆的商务部，他说：“赶快，你美国我们会敦促你取消这个所谓的这个单边的关税。”那这件事情呢，中国大陆商务部是这么讲的，他说：“事实反复证明，中美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所以如果可以取消这个所谓单边的关税的话，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下庄。那另外呢，川普会善罢甘休吗？看起来是不会他虽然现在受挫了，可是他还会想方设法把其他的武器拿出来。不过《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是这样讲，他说3月31号他到中国大陆会有一个谈判嘛，你的筹码现在没了越来越少了，你的主动权也变少了，变弱了所以这个关税大棒现在没了，中国可能不会买你的黄豆过去川普不断的威胁说我要加你的关税所以美国这个威胁有效，中国大陆买了好多的黄豆，现在我去买便宜的有这么笨的人吗？有便宜都不买，我买贵的吗？所以巴西是更便宜的。那你看到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全面脱钩，包括你看到事实的数字是什么？中国的进口商品现在在美国的市占率不到10%我们来看看2024年，2年前还有13.4%那到了2025年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两边的贸易在川普在美国的政策之下，现在看起来正在脱钩中。所以美国的关税战到底伤到了谁看起来中国大陆没有伤它的贸易顺差反而创下历史新高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川普一直说自己好棒棒，可是事实看起来他没有好棒棒，美国的利益也正在损失当中。而另外你看到这个国家他很机灵，印度他说那我要停止本来这些谈判代表都要坐飞机去了，本来礼拜天要启程的，结果看到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决说好，那我们先暂停，按下了这个 POS 键那还没有这个决定新的出访的日期。欧盟一样这个议会的老大这个大佬他就喊卡，他说现在美国太混乱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正确或更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先暂停欧盟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的批准程序，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做法吧？应该先美国自己搞定了，我们再做最后的一个判断吧应该是全世界皆然。不过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这个协议维持不变已经签好的就签好了呀，政策还会持续推进。他怎么讲？他说我们跟中国欧盟日本、南韩，他是没有提到台湾啦，可是大概意思是说达成的贸易安排维持不变，我们会履行承诺，也期待我们的伙伴同样遵守协议。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的民调已经到了新低点，最新的华盛顿邮报还有易普所集团进行的一个最新民调显示执政即将满1年的川普，这是他第2任嘛不满意度已经达到了60%这也是重返白宫以来的最高的不满意度。另外包括关税政策也受到很大的负评，我们看到不满意的有64%所以看到美国的民众现在的民意趋向非常的明显。而另外我们看到德国的总理明天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梅尔茨做了一些功课，他恶补北京学，包括了一些书台海暗流中国发展他在自己的官邸里面打开不断的在研读中。我们看到包括怎么样了解中国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现在的数字告诉我们，超越美国中国大陆已经重登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你说德国能够不重视中国大陆吗？来请教亮哥。这个每个国家情况不太一样啦。印度是因为它只有签备忘录，所以它还没有正式签约所以它大概是唯一运气好的国家其他其实都签了。那欧盟跟韩国还有台湾是类似，就是国会还没有审查所以欧洲议会就说 hold 住
暂时不要审，因为美国不稳定啊。那韩国3月5号排程，所以我是建议台湾啊，我们这个立法院开议之后，先处理那个国防预算特别条例。本来他们已经排了3月11号的样子。我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有变数。OK， 我是建议我们的那个台美经贸协议那个 ART 啊，先看看韩国怎么处理啦。你不要抢第一个了，因为坦白讲，台湾没有什么筹码啊。那真的有筹码的，就是中国啦，还有欧盟啦。是。那欧盟现在甚至有人要求要重启谈判，那中国还没有表态。可是中国大陆，比如说这个芬太尼税立即取消嘛，2月24就没了。那有人问中国外交部说，那因为芬太尼税你们反制美国的那个关税，你们是不是也取消啊？中国说我们再看看。所以目前的状况，其实有一些国家也陆续表态，就是比如说加拿大还有巴西啊，那他们其实对美国的不稳定的状况，他们认为还要再看一下啊。那美国那个行政部门都是在吹牛的啦。我跟你讲啊，他用122条，就是因为这一条不需要其他部会的做基础的审查，就是总统他直接就用贸易逆差太大嘛，那就用课到最高就15%，可是行政权只被允许150天，所以7月24号国会要通过，那国会通过的几率是0啊，所以事实上他现在的筹码就是这一个，就是15%，然后扯到7月24号就没了，其他201、301、232，都要经过部会的调查啊，那通常都要3到6个月了，有的更长啊，那或者是商务部或者全国贸易委员会，或者是美国的贸易署，总之不能川普说干就干，所以川普基本上已经被断了一只手。我认为已经断了2只手了，断了2只手，因为他15%都用啦，你就知道他多这个 desperate， 多绝望了。是，你本来说10%嘛，晚上又说15%，直接说不要，我要15%。为什么10%？因为10%根本没有用，对，所以他一定要拉到15%。可是对不起啊，你的权利就只有15%，你不能改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可以不经过部会审查，叫338。可是这个338条啊，必须要证明有国家歧视美国商业，这个难度蛮高的啦。因为现在这个是最容易的，就是美国贸易逆差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那这个很快就可以实施了啊。那为什么劝台湾不要急啊？因为你要知道啊，你不要以为你只有谈关税。你还有投资承诺，对啊，你的投资承诺是超级高的啊！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个半导体行业的2500亿，你还有另外的要帮人家盖科学园区的2500亿的信保融资啊，然后还有另外的948亿答应什么天然气啦、波音啊，一大堆啊，那些都要算了。所以啊，像台湾签出这一种贸易协议的国家啊，本来就是要谨慎处理的。那目前日本是比较愿意跟美国配合，可是你要知道啊，日本的 GDP 是5兆美元啊，所以他那个投资承诺占比不高，而且日本本来在海外就是保险业者啦一大堆，他的海外的美元资产高达5兆啊，他只要从寿险业者拨一点钱。5500亿很快就达标了，而且他投资美国的是非常清楚，都是美国的电厂，那这个事实上是有固定收益的期待了，所以对日本的寿险公司来讲，这个不构成压力啊，所以我认为日本他没有意思要修改，他说做就做吧，可是韩国跟台湾绝非如此啊，那尤其是台湾，因为韩国答应。投资承诺只有3500亿，那造船业就高达1500亿，那只是另外2000亿，他们还在想，是啊，那造船业可以先走啊，可是台湾这个除了那个台积电啊，半导体周边有2500亿，这个大概没有问题了，
科学园区这2500亿到底要怎么弄啊？还有948亿的采购承诺，这要怎么弄啊？你如果真的弄，那台湾就完蛋了。台湾哪有那么多的这个政府可以提供的资源，来做各式各样的投资啊？你自己想清楚这个问题嘛。所以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我们还可以调整。可是我们不要自己出牌，因为川普盯上你的台积电，对，那他对台积电有可能用301哦，有可能用338哦，所以川普对台湾有特别盯上，特别的爱好，所以我们台湾不要太主动啊，对，你不要当第一个抗拒的啦，先看韩国怎么弄嘛，先不要当第一个抗拒，也不要当第一个顺从，对，在旁边观察一下。你第一个顺从是很荒唐的，对啊，因为你谈得很差啊，你投资承诺谈得很差啊，你第一个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其实都不谈啊，也是15%加 N 啊，是啊，15%加 N 你损失多少？你损失是有限的嘛，所以现在应该要按兵不动啦。亮哥的建议，来请教大钟老师。对，因为我想这个川普政府对于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应该是事前应该是有沙盘推演，或是大概也判断说可能就是不如预期，所以在判决出来之前，其实美国的行政部门好几个这个部会首长，包括这个贸易谈判代表都有讲说，就算不过，他还是有些替代方案。我觉得这是在政治上在打的一个预防针啊，所以这后面牵涉到因素还很多。那我觉得目前川普所讲的这些啊，包括其他的替代方案或是法律上工具，应该也是一个争取一个空间啊。比如说刚刚讲122 150天，但它这个税率应该是就是必须得其一的，15%对大家都是15%，一样，都是一致的，就不能像玩对等关税，我因为有我自己计算公式有差别待遇。那我想这应该是川普目前现在都有算到的东西。但还有一个地方比较麻烦，就是所谓的退税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案子之前去年是大概有10几个这个民主党控制的州，再加上几百家企业，一起去有各式各样的诉讼。那其实昨天应该是前2天，应该已经有民主党主控的州已经发难了，发第一枪说要退税，而且把具体的金额把它讲出来。那有些企业是做如法炮制。那川普在那天记者会的想法是他故意说啊，这个很麻烦。而且他还怪罪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里面，并没有讲说已经收到税该如何去做，的确是如此。但他说啊，这个很麻烦，可能要拖到5年。但这2天呢，美国政府的讲法是有可能会拖到1年多。好，所以这是以后大家得要面临到的问题。还有就是若是看这个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各国的反应，我觉得还是耐人寻味的。即便是像欧盟或是欧洲部分的国家，比如说法国，我觉得他们的讲法有点在比较中间，暧昧不明，他并没有很怎么讲欣喜若狂，说好棒，所以美国必须得如何，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他也是在做一个审慎后面的观察。但是美国应该已经是放出风声，就是说已经跟我们签好协议的，就是定了，你就不要尝试想要乱动。我这2天有看到美国官员类似这样的一些警告是在。那再往前推因为川普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德国总理梅尔兹访问中国大陆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好，如果我们是从去年12月法国总统这个访问中国开始，这已经是第6个西方国家领导人要去访问中国。好，里面还包括英国、加拿大、爱尔兰、芬兰等等。那马上要去的就是川普自己了。我觉得这里面我对德国也是比较特别的国家之一。当然，过去的德国总理会不会访问中国大陆？会。梅尔兹前面的总理肖兹访问中国大陆至少2次，但这一次梅尔兹去他带领的这个队伍还是更浩大的，有30几个这个企业家大企业。我觉得他做的事情2个，第一个是他要展现的地方是我要跟中国做的是做生意，我不脱钩，我顶多是去风险。第二个是中国大陆跟这个德国的贸易，就对德国来讲，贸易逆差问题很严重。就去年还达到800-900亿欧元。是，他应该做的地方是也有这种实务的、务实的，还有商业利益的考量在内。来，请教严老师。我想川普在这个关税这个大战你说他会完全不知道，应该当然就有预备嘛可是大概对6比3，他大概是不满意的就是特别是这2位
这个他所任命的大法官这个 Amy Barrett 跟这个Gorsuch 这2位。他都做了人身攻击，我觉得这个川普是非常不智的就是说，你今天骂这个行政官员，你去斗以前的这些前的，比如说什么 CIA 的或者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任期有限，大法官就坐在那里，他比你下来以后，他还再做20年所以你认为说下面案子他会对你有利吗？我觉得。川普这个脑筋真的有点不清楚，他太生气了，而且我自己喜欢看他出来讲话样子，真的脸好气红了。你知道，我的小孩他们在美国，他们最爱笑川普，就说你看那个 orange face 又出来了那个橘色的脸又出来了。那如果你今天是有预备，你知道从11月他们在个大法官在问话的时候就已经这个 Chief Justice。这个 John Roberts 就已经讲明了说 ，tariff is tax， 那 tax 税就是关税就是税，税就是国会的责任，那已经很清楚。你们预备到现在就只能够这样子回应吗？我觉得如果我们看刚才后续也讲到民调，因为川普应该是要准备吹牛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关税的判决出来之后，大概去年在美国的整个的数据除了股市不错之外其他的包括失业率，包括这个通膨，包括这个经济的成长都不如预期特别是刚才我们前面也讲到，你说可以减少贸易逆差，结果更大。然后你认为说可以把这个制造业工作带回来，对不起，你所增加的工作。全部都是在服务业，而且都是在健保方面的、医疗方面，所以就是你讲的东西都没有达成目标嘛，那马上我们看到明天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要在这个叫做国情咨文要检，我都不晓得他要讲什么，而且马上就要面对这几个大法官就坐他底下，我不晓得他们那个眼睛对峙的时候这个你知道这个美国的媒体也蛮坏的，跟台湾一样，镜头就一直照。因为看他们两边互动的表情，所以我认为川普做这件事情只会让第一个他的支持者开始有些动摇，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就在等他，就像我以前常常讲，你对川普的反应应该就是他这个陀螺这边乱转，你就不要随着他转，你等他停下来再说。你看现在刚出来10%。变成15%，我常常讲，我很同情美国的关税官员，他们每天在算，一下又要怎么样，一下又要怎么样，要回很辛苦的。你就碰到一个这种老板，真的是三军统帅无能，这把这个真的是累死老百姓，累死军人啊，真的是没有错。最新民调。支持川普关税只有27%，是啊，连他的核心支持者都不支持了，反对的有64%，是，所以这个已经很明显的态势了。不过，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在新春期间，黄海的上空有惊险的一幕发生，说是美中有一个对峙。我们先来看看大年初2，美国 F-16机群逼近黄海，可是这局面是什么呢？这是根据南韩的媒体来报道，他说这是由驻韩的美军乌山基地飞起了10余架的 F-16战机，一路向西到了黄海的空海上空。那中国大陆这边说是全程的跟监警戒，来做一个有效的应对处置不过我们来看看呢，这个解放军怎么面对这个美军出动这么大规模的机群、战斗机群我们看到的是对岸中国大陆派了歼16说是呢它的雷达还有机动性比 F-16更胜一筹所以呢这样的对峙虽然是有惊无险，可是也是一种实力跟武力的展现。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边的《环球时报》的报道是说，专家说美军在黄海上空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研判第一个抵近侦察来看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动态，企图来监视并且掌握海空以及陆上军事的动态。第二个是通过贴近中国领海领空的方式施加战略的压力，维持对中国军事的震慑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包括我们看到呢，像这样子的一个对峙南韩本身是怎么想的？我们也知道他们现在的总统其实李在明他并不想要卷入像是台海啦或是美中这样子的一个纷争里面，所以南韩国防部部长他说他有这个随即打电话给韩美联合司令部兼驻韩美军司令布朗森。
他打电话给他，表达什么不满呢？哦，那这个布朗森当然也有回应啦，他说美方试图将驻韩美军的角色从对朝的威慑哦，就是朝鲜，也就是北韩哦，那转向遏制中国，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美国的战略是这样的，他希望你南韩跟日本一起哦，来对这个中国大陆来做一个压制的一个动作。可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其实他有强调，他说战略自主啊，他说联盟中不应该发生纠缠跟抛弃，所以很明显李在明是不希望卷入美中的矛盾。而另外日本跟韩国虽然看起来是跟美国同盟，可是这两个国家有矛盾，包括主岛的争议哦。我们看到日本在主岛办活动，南韩政府强烈的抗议，他说这停止啊各种不当的主张。而另外呢，日本呢是配合美国做一切的行动，包括放宽防卫装备出口，要提升印太的核阻能量。所以很明显，南韩有退缩，日本看起来是往前一步哦。所以中国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对日本要做压制哦，包括你看到哦，傅聪说了哦。他说因为这个央视有一个报道说，日本他要建导弹来吓阻这个在一个群岛上面建这个导弹，要吓阻中国大陆哦。傅聪就说没有资格要求入常所以这个是中国大陆这个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傅聪他的一个说法。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呢，日本首相跟这个中国大陆那当然有很多言论上面的针锋相对。而另外中国新型的歼20S隐形战斗机现在说是有一个新的使命，是要猎杀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我们看到这是新式的一个武器，央视就有一番揭秘了，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他说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它采用的是一种超级电容储能技术它充电的时间非常短，可以独立的承担脉冲负荷，可以符合避免对主机动力系统的冲击。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建制呢，是在全球现役航母里头没有的常规动力潜舰的这个装备电磁弹力的系统。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武力的一个展示某种程度美中的对抗形势在武力上面现在短兵相接了。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其实这个还好啦，还好又不是真的打起来，对不对？那就近监视，这有什么奇怪呢？又没有像对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军机射金属丝，或者用什么东西照射，我觉得还好啦。我觉得美国有可能做了一些识别区的，可能有进入了，然后又很快离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算小事了，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倒是高市早苗，他最近做了一些动作是蓄势待发了。他说要修3份安保的文件那你看他在那个国会做的施政报告，就直接点名中俄朝是周边的威胁然后他最近除了对那个韩国的主岛，那也对那个北方四岛都杠上了主权争议唯独不讲钓鱼岛。我觉得他想在跟中国的主权争议，他想降温可是中国也不理他可是对韩国、对俄罗斯主权争议是在上升那他那个3个安保文件，接下来要做修正其实都蛮敏感的。第一个就是他要对日本的反击能力他要明确化使用的门槛就是遭到什么样的威胁的时候，那日本自卫队可以进行反击了，这个是蛮敏感的这个包括他的那个长程巡弋飞弹的使用还有飞弹基地的打击能力那基本上高市早苗是倾向主动威慑所以大家一定会注意他怎么修了那第二个就是国防预算，它增加之后，其实它要积极建立日本的军工复合体，也就是说它的军事产业要国产化了那目前已经有人把那个日本10大国防工业列出来那政治现金最大的都是自民党的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长期趋势那这个部分会跟美国会有一个协调，
因为你不能抢了美国的市场啊。对啊。可是问题是，它发展的过程一定会抢到美国的市场，而且它一定要出口，不然它军工产业发展不起来嘛。对。所以它要把攻击性的武器可以卖到其他国家。那最可能的就是越南跟菲律宾，这2个都非常敏感。那还有第3个就是核共享，这个不管是用核动力潜艇啊，或者希望能够 share 美国的核武保护伞，这个问题也非常敏感啊。那我认为他3月19号访美啊，一定都会谈这方的问题。那还有第4个就跟台湾有关了，就是台海跟西南诸岛的防卫了。那西南诸岛就包括整条线要装设飞弹基地嘛、雷达基地嘛啊。那其实每一个岛的进一步的武装，中国都是反对的。那到时候中国大陆不知道会做什么事啊。我刚刚讲的这几个都是他这个会期就要做的。好积极哦。我觉得他主要最积极的东西都跟军事有关的。对。那为什么会这样积极呢？因为他认为接下来要带动日本经济发展是国防工业的供应链。那因为他的预算拉高到2% 嘛，2%事实上就有1000亿美元了。这是不少的钱呢。所以确实可以拉动一定的供应链，因为俄罗斯就这样干啊。可是俄罗斯是到了6.5% 的 GDP， 做国防预算，因为他在作战嘛。对。那日本，我觉得他会在高市早苗，他现在是2%嘛，目前1.8%，会先增加到2%，然后我认为它还要往上可能会慢慢增加到3%。可能会变成军武大国啊。一定是日本，一定是因为历史上它曾经是。他只要复兴他的这个军武大国的荣光。来，请教大中老师。对，因为这一次这个美中因为在这个黄海附近的空域有高强度的对峙，是所以韩国就是媒体报道，韩国是向这个美国抗议，也很特别，对，是向美国抗议，而不是向北京抗议。对，这里面可能有一些理由，外界可能不得而知。因为原始上最早应该是美国邀请美日韩3邦一起举行3边的这个军事演习。那韩国的讲法是说，官方讲法是说这个日期它有疑义，需要协调，可是后来就不了了之。后来变成什么？16号到18号是美军跟这个日本这个空中自卫队进行演训，然后18、19是美军自己在这个韩国所划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里面演训。那这时候呢这个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军方的飞机就怎么讲靠近，所以可能有些行为让韩国觉得是有风险的、有危险的，所以他是向这个美国抗议，而不是向中国大陆抗议。我看一下可能这后面理由是，可能韩国认为说因为美韩毕竟是同盟，同盟之间可能他可能认为说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协调包括美军演训的范围演训的规模还有具体的位置、科目等等，这是他可以控管的。但中国大陆可能是未必。那还有一个地方是因为李在明一直讲说是战略自主，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目前跟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是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过去在尹锡悦政府时期美国是拜登总统，当时美国有个所谓的最好的时机一个战略的机遇，终于把多年来美国一直要尝试去这个促成的美日韩3边的伙伴关系强化。那是在拜登任内所以在2023年8月美日韩3边在这个大卫营还签了一个3边的一个合作的协定。那这里面呢，基本上就符合美国之前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说过去只有美日美韩这个2个双边做了很多的一些合作，各式各样的，包括军事的演训等等。但是美国希望做的地方是美日韩3边有更深入的一个军事的合作跟演习跟合作力度、合作这个程度的强化。那后面的这个目标不言而喻，当然是针对中国大陆。但是呢，很明白的地方是，李在明重不重视韩美同盟，还是很重视。但是李在明他走的是一条比较高难度的一个平衡政策，他不希望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僵，也不希望给北京一个很明确的讯号是，他参加一个以遏制中国大陆为主的
任何的行动，尤其是假设这次是美日韩三边军事空中的演训，而且地方又非常的敏感，这可能会对中国大陆释放出一个李在明不想要释放的讯号，所以我相信他在这方面是比较含蓄的，是比较审慎的。他一方面要拉住美国，因为美国毕竟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尝试跟中国大陆维持比较好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他会向美国抗议，我觉得还是比较非常罕见的。所以这代表说他跟高市早苗完全不同。高市早苗就非常坚定，旗帜鲜明，我就靠着美国走。那其他地方我就还好，尤其包括中国大陆，我希望跟你维持好关系，恢复关系，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高市早苗很难达到的目标。严老师怎么看？我想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上次 APEC 会议的时候啊，川普跟习近平在见面，但是真正的 APEC 他们没有参加，因为川普要赶回去过什么？过那个万圣节，Halloween 哦。那现在就说你们要演习，你看现在韩国人是放农历年，但没有我们那么长了，他们3天了哦，除夕、初一、初二。中国也是农历年，对，你在这个地方搞，你是不是报复他上次在排了一个万圣节的这个时间吗？我不知道啊，但是至少韩国人在跟我们一样蛮重视农历年的，对，那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时间来做演习啊，其实说老实话也不合适了。那韩国跟日本之间，刚才那个大钟老师有讲是不太一样，但他们这个我觉得对独岛的矛盾啊，也是长期存在，对。那我自己曾经有一个特殊的想法，就是说，干脆请美国出来把这个所有岛屿的争议一次解决。如何解决？就是你先承认俄罗斯可以拥有乌东，然后呢，日本可以，俄罗斯把那个北方四还给日本然后日本把主岛、把钓鱼台还给台湾跟韩国，这样大家就都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了，就可以处理掉这个问题，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可是事实上大概也不可能了。但我觉得韩国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坚持的，所以如果今天韩国跟日本都放在国会大厅。独岛放在国会，对，真的，他们很坚持，他们非常坚持的，所以日本要让那可是日本对北方四岛你也很坚持啊，对，那你请俄罗斯让，那俄罗斯对乌东也很坚持嘛，那你就把乌东让出来嘛，这样这转一圈过来，每个人都拿回了一些东西那台湾如果大陆不满意，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南沙这边要让出去了，这样子就是说都回去。可是大陆应该会满意，因为他说台湾还是大陆的一部分嘛。那如果今天钓鱼台还给台湾了，那大陆觉得也是他的领土，应该 OK 啊，应该是 OK 的，至少不要给日本，就至少把这个东亚这个地区这个领土的争议一次解决嘛，就由美国来带领。可是说老实话，今天日韩单独跟美国都有双边的这个贸易，不是那个军事同盟，但是美国始终没办法就把它变成一个3个同盟，像美国跟澳洲、纽西兰一样。这个我觉得是美国就最遗憾，就是今天如果韩国发生了冲突，美国没有介入的时候，日本是完全可以不理的。那但是日本呢会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我不知道他敢不敢讲说韩国有事，他也有事，因为韩国反对。对，所以这个是，那美国就希望说你们日韩稍微，你们都是我的盟友，那你们就是我跟你们单独有一个 line， 那你们两个人也自己有个 line 嘛，有这个事情好联络，不然每次都是在我这个 line 上面才看得到。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希望看到的。的确。不过观众朋友，您有注意到冬季奥运在米兰吗？有些朋友可能很关心运动盛事，会看我们看到包括几个大国，美国、加拿大传统上面在男子冰球决赛这里，他们2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美国在延长赛的时候以2-1击败加拿大，这是隔46年美国再度拿回金牌。可是观众朋友，你看。白宫第一时间是 PO 了这个图在 X 平台上面上传来，仔细看一张白头鹰攻击加拿大雁就把它按在脚底下这样子那外界就认为说，你美国人也是吧？你都已经拿回金牌了你还把人家按在脚底下，好像就是说这个杜武道我们看到2025年其实这个杜武道有说你们没有办法夺走我们的国家，也没有办法夺走我们的运动
这个是2025年4国冰球赛，那个时候呢，加拿大拿下冠军，夺下这个打败美国夺下冠军的那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画面，现在把它给这个拿回来，于是就有人说，哦，这个是这个小肚鸡肠啊，美国白宫啊发这样子的一个图卡，可是呢，包括谁比较爱国，谁不爱国，协同论。在冬奥里面也被讨论哦。来自美国，我们看到这一位叫谷爱凌，她是滑雪好手，可是呢，她是中美混血，22岁的一位美女哦。这一次她是代表中国大陆来参加决赛，而且拿下了金牌。可是美国很多，包括副总统以及财政部长这些官员啊，骂她重炮批评说他出卖自己投向中国。那另一方面呢，像是这一位美国的华裔花式溜冰选手，他叫刘美贤，因为他的父亲他的这个父母是来自中国大陆嘛他拿下了这个金牌一样。美国舆论就狂赞他说：“哇，你好棒棒，你好爱国。那这个人你是美中混血，你去代表中国大陆，你就是叛国，你就是不爱国。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刘美贤也是啊，他妈妈是美国人啊。他妈妈他也是混血，对。然后爸爸是据说是来自于来自于64之后，对。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像这样血统啊，包括这样子对国家国族的认同的一个像这样子在网络上面不断的在流传。那另外呢，其实人类未来，包括在机器人、在 AI，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各国都在发展的目标。我们看到在春晚去年的时候，有这个机器人来自于这个语数的机器人，不是有扭秧歌吗？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觉得很棒了。可是今年更进一步，您看到这些是很高科技的机器人可以空翻、蹬墙、舞剑、打醉拳，而且可以躺在地面上自己站起来有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而且您仔细看，还有一些小朋友跟这些机器人一起合作打这个武术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路透社的报道就说这个已经是突出了中国科系的雄心壮志，他刻意在春晚上面突出这个他们的一个机器人的各种的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许多外国网友一片惊讶，说马斯克这个 Elon Musk 他机器人还在练习走路，可是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可以做出各种高难度的武术的动作。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一度也把宇树科技列为黑名单。那另外大家都说宇树这个第3度登上春晚，他的 CEO 就说，我们现在的技术还是10岁的小朋友。未来包括3到5年，很快的它就会大规模的运用，最慢也不会超过10年。所以包括 AI 的各种的股票现在都大发利市了。可是美国的发展，你能说它慢吗？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情境，这是 OpenMind。去年他在旧金山一个公园拍宣传片，那个时候就请来一个机器人，一个 robot 在那边做表演。可是来了好多人，大家都来看，小朋友也来看，汽车也停下来了，说公园里头有一个机器人。可是呢，他们自己说这个 OpenMind 的创办人他说，如果一台机器人在上海过马路，人们不会停下来。因为他们习惯了，所以这就是一种对比跟一种落差。而另外呢，川普政府现在要推什么科技工作团？他要在全球布局，希望这个其他的国家都可以导入美国的 AI 科技，来巩固美国在全球先进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可是中国大陆呢，它的企业是透过开源或是开放权重的模型，在部分开发中国家取得进展，所以各自都在努力在 AI 的领域上面。另外，我们来提到太空领域，这2大国，中国、美国也在争。也在夺这是太空竞赛的部分。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在非洲有布局建构高科技骨干，包括这个月的月初，北京向纳米比亚移交了一个新的卫星资料地面站，这是中国大陆在非洲建设的太空项目最新的项目。而上一个月，阿尔及利亚刚刚从中国大陆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2支它的卫星。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埃及也一样这个中国大陆在埃及有做一些投资。那我们看到美国，那当然它有一些它有很多在空中、在太空的布局。不过很不幸的是，阿提米斯2号火箭又出了问题，所以月球之旅可能会延宕到4月份。来请教亮哥。
我觉得谷爱凌跟刘美贤真的很不一样了。他们都是混血。对，可是一个不知道爸爸是谁，一个不知道妈妈是谁。哦，是这样子。对对对，一个是就是用他的别人的受精卵来生的，这个也是一样。对，刘美贤也是一样，他是妈妈那边不知道是谁。OK，那因为谷爱凌一开始就定位她要在中国商业的发展，所以她当然就知道说要代表中国队，那立刻就会名扬中国嘛。坦白讲，她在中国得到的利益大概是美国的100倍了。100倍。对，本来就是这样嘛。因为中国大陆觉得稀奇嘛，而且这个项目中国还没有人能够拿到冬奥的冠军嘛，所以立刻得到价值。可是我觉得刘美贤不是这样的人。刘美贤给我感觉就是她 enjoy 这个运动，所以是不一样的 type 啦，不一样的目的啦。对啦，那你说刘美贤在美国可不可以赚到很大的钱？我不认为啦。是，他就是一个知名的人。那他滑雪，那个冰上表演也蛮好看的。就是这样啦，所以目的不一样。那这个语速的机器人为什么引起注意啊？因为它才差1年，进步的幅度实在太大啊！而且这种武术的动作涉及很多种技术的结合啦，包括你对环境的认知啦，那包括以前大家都觉得很难做的动作，比如说他竟然有后面这样跌倒又站起来。这个动作我真的以前没有看过而且他跟真人，你看他跟小朋友一起合作这个部分也要很谨慎呢。对，他就是要判断那个小朋友跟他的距离啊，还有他那个棍子是不是太高啊？没错，他可以立刻做调整。对，所以基本上美国人是在看那个技术点。事实上，美国发展最早的应该是 Boston Dynamics 啊，那原来技术是领先的，那现在感觉就是被追上而且他追上的幅度。因为这个还包括协作所以不是一个人在表演，对，是协作表演，没错。那这个东西就会立刻让人家联想到军事用途因为协作就是军事用途要用的嘛。是，事实上中国大陆是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他认为有几个领域可以大量使用一个就是工业用，我们讲工业4.0，可是目前那个大概都是做死的啦，就是它自动化。然后24小时不点灯的工厂嘛，可是只要有新的流程，你就要重做，对，那不是很麻烦吗？那如果机器人可以直接来操作工厂，那它就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不断的自我调整。他们认为这个是10兆人民币的市场，10兆人民币还有第二个，如果是家居呢？如果是养老照护呢？长照的机器人，对，然后还有家居，在家里帮佣的，对那如果这个市场也算进来，又是另外一个10兆人民币的市场那第三个就是它不好讲的啦，就是军事上的用途如果到时候我们的义务役的1年的兵看到登陆台湾作战的都是机器人对，那到底要怎么办？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好可怕。好，我们先听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大钟老师，有没有关注到冬季奥运？对，我们看到那个美国对于这个男子冰球的这个反应，就可以知道说，有时候体育离不开政治了尤其是因为背后牵涉到，这大概有1年多2年以来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后面很复杂、很微妙的，牵涉到这种国家的尊严，也牵涉到主权，对不对？尤其是在加拿大前总理小杜鲁道时期那时候川普才刚胜选。商胜群在竞选期间就已经讲到加拿大，那小杜到风尘仆仆特别飞到这个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见川普，可川普不改其志，照样说你是省长是州长，有点半开玩笑，其实就是挖苦。然后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州，那包括现在的卡尼这个新的加拿大总理，加拿大。这个川普修理他基本上是不假辞色，所以后面牵涉到这1年多来这个美国跟加拿大关系很重要的变化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体育其实存在很多后面，就是看你要各自可以做各自的解读。
那还有一点，刚才荧幕上有特别提到说美中在非洲的太空竞赛，这也蛮有趣，因为过去我们讲到非洲可能还不会讲到这边，可能讲到稀土啦，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啦，基础设施但是比较起来美中在这方面看起来中国大陆还是投下比较多的一个心力。大概有几种模式，第一种就是比如说像埃及，中国大陆帮他去做太空实验室卫星工厂。那第二种就是设立地面站。资料接收中心有点像纳米比亚或是伊索比亚。那第三种，中国大陆也会做的就是帮非洲部分的国家发射它的卫星。那第四种可能是北斗卫星的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帮忙别人的运用了。那这方面呢，其实美国比较落后美国做的并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多但是不管如何这方面隐隐约约也是未来美中在这种全方位的战略竞争里面这个太空竞赛，尤其在非洲地区，过去大家比较少关注的地方，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做更进一步的观察。好，我们赶快休息一下。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严老师。我觉得白宫发这个图当然你赢了加拿大很开心，可是也不必要这样子。那下一次，今天如果在下一个这个冰球赛或者什么其他球赛，俄罗斯赢了你，然后搞一个北极熊然后压你的老鹰，那你会舒服吗？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每次看，刚刚大众也讲了，这种球赛就是搞得非常政治，就好像当年你知道这个阿根廷只要打赢英国踢足球就够了。这个我觉得好像你没拿到世界杯，但你今年这一次赢了英国就够了，因为你福克兰那边输掉嘛，没有这个没有意义。那至于谷爱凌，我一直觉得美国人生气的原因是他赚太多钱，真的是他赚太多钱，因为美国的这种选手跟他们一般的职业，譬如说职篮的职棒选手，那个能够拿到那种广告量，能够赚到的钱。绝对没办法跟那些相比，可是谷爱凌已经到了那个等级，那美国拿不到，他们觉得你不应该跑去拿中国的那我觉得是这个刘美贤的原因，大家蛮喜欢他，我觉得是有一个他休息了一阵子，因为他 burn out， 有一阵子他就休息了，说我暂时不溜了那后来又这次出来，然后这次一出来又夺冠，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故事，然后再加上。好像他爸爸政治正确嘛，因为是天安门因为反对6·4，反对这个大陆的，所以这个是美国在把运动给政治化。那至于机器人，我一直觉得说，我们以前我的印象刚开始看是《星际大战》里头的机器人 R2D2 这个 C3PO， 那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美国人干脆你现在看中国的机器人做成这样子，那你要是跟不上，你就做一种比较胖一点的机器人。不要那么瘦的，表示说我美国人虽然做出来的看起来不是那么灵巧，但是其实动作像洪金宝一样，非常的灵巧，可爱型的，可爱型的，那我觉得就不一样。但是我说老实话，我们这个年纪的真的很希望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成熟，因为未来我们的这个长照都要靠机器人，对不对？所以发展的好，对我们都有利的。